你是否觉得，无论如何努力，你的生活总在重演那份内心的缺失与不满？在显化创造的过程中，关键不在于追求某样具体事物或计较花费多少时间，而在于你将注意力放在哪里。当你全心全意聚焦于那种已经得到了的感觉时，你的内心会自然散发出一种平静与自信，彷佛成功与丰盛早已属于你。反之，若你总忙着寻找外在的证据，注意力只集中在还没出现的状态，潜意识便会不断重申我还未得到，最终现实也会依此循环。今天，我们将带领你从内而外地重构自我认定，学习如何将注意力稳定在已经得到了的状态上，从而让外界随着你内在的转变而改变。每个人从小到大所接收到的评价、批评与鼓励，都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。当你内心深处一直默认我不够好，我不值得被爱时，你便不断在生活中吸引到与之相符的回馈。这并非因为他人刻意针对你，而是因为你所固守的旧有信念，正以各种形式在外界重演。正因如此，想要改变现状，就必须从重新定义自己开始，从内心深处抛弃那些不再有助于你成长的旧有观念。道德经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意思是，只有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现有的状况，并懂得在适当时候停止无谓的追求，才能避免陷入无尽的痛苦与挫折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改变始于内心的接纳，只有学会满足与适可而止，才能为新自我定义的建立创造出稳固的基础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晨光洒进房间，给自己留出一段专属于内心的宁静时光。选择一个安静的角落，轻轻闭上双眼，让自己沉浸在缓慢而均匀的呼吸中，感受那每一次的吸气仿若带来新生，每一次的呼气则彷佛卸下昨日的重担。这个简单的冥想练习能帮助你将注意力从外界杂讯中转回内心，从而开始觉察那些潜藏已久的负面自我定义。随后用心将这些感受记录下来，不必修饰，只是原原本本地呈现出当下的状态。如此，你会发现，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痛苦，其实正是过去自我认定的残留。只有当你开始正视并记录这些情绪，改变才有可能发生。道德经：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这代表着，水虽柔弱，但却以它持续流动、包容万物的特质，能够渗透并瓦解最坚硬的阻碍。这句话再次说明，当你以柔和、持续的方式面对内心那些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安，原本难以改变的自我定义也会逐渐融化，让你能够迎来全新的可能。真正的显化并不是依靠不断的寻找外在证据，而是从内心认定你是谁开始。如果你总在意识里盘旋着我还未得到的念头，那么无论你如何大声宣告我已经得到了，外界也只会反复回应你的旧有认定。相反，当你学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拥有的感觉上，内心的状态就会变得稳定、踏实，彷佛一切成功与丰盛早已属于你。举个例子，有位朋友曾一直渴望拥有稳定而充满爱的人际关系，却总不自觉地关注那些偶尔的疏离与冷漠，内心反复告诫自己我不值得被爱。后来他开始在每天静心冥想后，用日记记录那些让他感到温暖、支持的小瞬间，并在每次看到这些正面体验后，大声对着镜子肯定自己我值得被爱，我拥有丰盛的人际关系。随着这种新定义逐步融入他的内心，他开始发现周遭的回馈也随之转变，曾经忽略的爱与关怀逐渐展现出来，让他的整体生活充满正面的能量。道德经：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这意思是，当你过分执着于某一个完美状态时，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僵化与失衡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适时地放下那些固执的追求，让内心保持自然流动，才能真正迎来变革。当你不再全神贯注于还没得到的现实，而是聚焦于已经得到了的内在感受时，外在世界也会开始根据这份新认定产生积极回应。为了帮助你将这种内在转化落实到日常生活中，以下提供几个简单而实用的步骤。1. 每日静心冥想，
选择每天固定的时间，例如清晨起床后或夜晚入睡前，在一个安静的空间进行冥想。闭上眼睛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每一次吸气都让你感受到新的能量，每一次吐气都让你卸下压力。冥想结束后，立即将当下的感受、浮现的念头与情绪记录下来，不做评判，单纯呈现内心状态。2. 内在记录与信念转化。每天检视记录中反复出现的负面语句，如我还没得到，我不值得。为这些负面信念写下正面的转化语，例如将我还没得到转换成我已经拥有，并持续吸引丰盛，并反复默念这些肯定句，直到内心感受到变化。建议每周花些时间回顾过去的日记，分析这些信念的变化趋势，找出哪些正面认定与逐渐取代旧有的负面观念。3. 具体目标设定与行动实践。设定日常小目标，这些目标可以是你原本因为自我定义而避免挑战的事情，如主动与同事互动，勇敢表达意见。每当你达成一个小目标，详细记录过程和成果，并给予自己正面的肯定。建立一个进步记录表，定期检视自己的成长轨迹，从中总结经验，持续修正与优化自我认定。4. 与他人真诚互动。找到一位或几位你信任的朋友，定期分享内在转化的体验，聆听彼此的故事。透过真诚交流，你能够获得新的视角，并从他人的回馈中进一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加入心灵成长社群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互相鼓励，共同突破自我限制。道德经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。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意思是，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是从微小而持续的努力累积而成。这句话提醒你，不必急于求成，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步伐，都是迈向全新自我认定的重要基石。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，虽然语简意深，但正是这种认知与行动一致的力量，才能真正实现内在的蜕变。当你不仅在思想上认同自己值得拥有丰盛与成功，更能在日常生活中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份认定时，你的自我定义将逐步改变，并在外在世界中展现出全新的局面。这不仅是心灵的觉醒，更是你对未来做出主动回应的开始。一位一直在职场上苦于得不到认可的员工，他长期认为自己不被重视，内心反复告诫自己我永远无法成功。结果每次在会议中，他总是默默无言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最终也难以突破现状。后来他开始每日静心冥想，并认真记录下自己在工作中的每一次小成功。每天早晨，他站在镜子前对自己说，我已经拥有成功的潜能，我值得拥有机会。在持续这样的练习后，他发现自己在会议中的表现变得更加自信，上司与同事的态度也随之改变，工作机会不断增加，整个职场氛围也逐渐向好。这个例子充分说明，当你从内心重新定义自己，并将注意力聚焦于已经得到了的感觉时，现实自然会随之改变，从而带来全新的可能。道德经执大象，天下往。这代表住，只要你牢牢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坚定地认定自己拥有无限可能，外在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应你的这份信念。这句话在此提醒你，真正的显化始于内在定义的改变。当你从根本上更新了自我认定，命运就会因你的坚定而翻转，带来无限美好的未来。内在定义的转化需要长期持续的实践和反复的自我觉察。每日的静心、日记记录、正面肯定与具体行动，不仅能帮助你从根本上摆脱具有负面信念，更能在无声中积累出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。根据汤埃抽索与 Posner于2015年在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上发表的文献综合评论指出，持续的静心与正念练习能促使大脑神经连结向积极方向重组，从而改善情绪调控与认知功能。这项研究确实存在，充分证明了长期内在觉察对改变自我认定的正面影响。道德经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这一思是，真正的智慧与力量往往隐藏在看似朴实无华的行动中。这句话提醒你，不必追求外在的华丽与矫饰，
只需真诚地面对自己，以最自然的方式展现内心的新定义，便能在不断积累的小变化中，走向一个不可阻挡的全新未来。当你开始意识到，所有外在的痛苦与挫败，其实都只不过是你内心就有信念的回音，你便能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自己。这条显化之路的关键在于，把注意力从不断寻找外在证据的还没得住道，转移到内心已经得到了的状态上。当你真切地认定自己已经拥有成功、丰盛与幸福，外在世界便会依照这个全新的定义来回应你，让时间与机遇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你身上。道德经直大象，天下往。这意思是，只要你牢牢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坚定地认定自己拥有无限可能，外界必然会以你期待的方式改变。当你完成了这段由内而外的自我显化之旅后，那些曾让你深陷痛苦与失望的经历，将只会成为你过去的旧瘾。如今，你已学会无温柔而坚定的态度重新认定自己，每一次小小的觉察与行动，都在推动你迈向一个更丰盛、更自由的未来。请记住，改变始于内心，当你从根本上更新自我定义后，整个宇宙都会随之重写剧本，让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。当你的注意力聚焦于已经得到了的状态时，现实自然会随之改变，带来你梦寐以求的一切美好。记得按赞、加订阅、加分享，让我们一同在这条显化自我、迎向全新剧本的道路上互相支持，共创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。